le commis voyageur. Pendant ça, c'est Dino, c'est bon pour tes embrassades. J'ai tourné les savocs, et bon pour bosser les pouces. Pour me suivre le violon, si vous voulez pas être sage. Si même à cette minute, il y a l'Italie de la sauce. Tout le monde balance et puis tout le monde danse. Je la lance avec Antoine et Mijalette avec Raymond. C'est pas bien arrivé avec Thérèse et ses copines. Ils vont passer la soirée après semblant de s'amuser. C'est ça, Hollywood, son amour et son mari. Il est parti gagner ses villes au bord de l'île Anticosti. Il est parti comme on dit, comme un maudit malfaiteur. Passer les pouces. Pour me suivre le violon, si vous voulez pas être sage. Si même à cette minute, il y a l'Italie de la sauce. Tout le monde balance et puis tout le monde danse. Je la lance avec Antoine et Mijalette avec Raymond. C'est pas bien arrivé avec Thérèse et ses copines. Ils vont passer la soirée après semblant de s'amuser. C'est ça, Hollywood, son amour et son mari. Il est parti gagner ses villes au bord de l'île Anticosti. Il est parti comme on dit, comme un maudit malfaiteur. La soirée, le bandit et la plongeuse, c'est le corbeau dans la canne, et le blanc c'est lui. J'en ai gagné du golé, il a battu son amoureux, et c'est même sur ma canne, pas moins même plus beau lui. Un dernier tour, la chaîne, la maman de partie, la masselle, la même plus fort, la marque j'ai perdu pour si moi je sois appelé.我们的秋天枫叶，美国、加拿大东岸叫做美加东之旅，今晚来到加拿大的魁北克。咱这道咱佩佩来到第三大啦哈，连续3档啊，拢伫秋天来哦。加拿大魁北克，我们现在来到魁北克呢，真的你可以感受到它独特的风格哦。那当然呢，魁北克呢，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还有所谓的蒙特楼的小法语区哦。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小香普兰街的圣母大教堂，圣母大教堂。这个圣母大教堂呢，欧洲风味十足啊，让人呢一探究竟啊。魁北克旧城的圣母大教堂啊，看到不哈？来到魁北克的古城巡礼呢，小香普兰街呢，绝对是不在错过。魁北克的旧城呢，就像是任何一个我个人最喜欢的法国城镇一样的缩影呢。包括加尔泽的专等4.6公里护城河围绕老城一林啊，包括这所有的一切呢，拢有这个法国的色彩哈。行的都是18世纪的石板的路哈，看的风景呢是色彩相间的坚定的设计图哈。听到的很多人在讲的一些语言呢 ，Bonjour， 所以全部都是法语哈。古堡啦、凯旋教堂啦、古炮台啦、广场的铜像啦，到处都充满了 France 的这个色彩，所以这个地方呢深受东德人的欢迎啊。几乎来到这边的人呢，都不容错过了这个小香普兰区。也皇家广场被称为加拿大法国文明的摇篮哦，周围全部拢是100年的建筑，街头艺人、马车，哇，不胜枚举的多啊！包括在这里的罗伦斯河，体会魁北克地名的由来。那现在来到了这个是方提纳城堡，从方提纳城堡呢，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游轮啊。就我刚刚说的这个河这个魁北克最有名的河岸来有罗伦斯河，罗伦斯河旁边呢就是方提纳城堡啊。那方提纳城堡呢也是有浓厚的这一个法语的那种法式建筑的感觉法国风格。但这规个看的拢是这个感受啦啊。所以来到真侪袂使错过景点当然这个又跟它的历史有非常大的关系啊，被曾经欧洲来这个地方呢来殖民过那如果你是在秋天来或者是在其他季节来，也可以看到魁北克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万圣节来整个小香普兰街呢是它一年当中最大的节庆就是来它的万圣节
当然了，我们要每一次要当都要喝一点洗的时阵呢，无啥简单哈。那方提纳城堡酒店呢，这里还有一个断井阶梯哈。这个地方呢，也是拍香普兰街最美丽的地方。你看，看咱佩佩今嘛行开来了哈，对宾馆啊，你个翕落哈，拍整个香普兰街道哈。方提纳城堡呢，也就耸立在悬崖上，这么一个地标的存在呢，你不用担心它会迷路，因为你当这条街路，只要抬头一看，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城堡哦。城堡在上，香普兰在下，就是下城区了。整个魁北克最精华的地方，马德里方提纳的城堡区域，小香普兰街，每一年介绍，每一年带有不同的感觉，希望你看出不一样的感受。哇，真想来这边啊！我个人真的很想来这边哈。加拿大有分成英语跟法语，英语区生活习惯跟法语区生活习惯是完全的不同哦。法语区属于魁北克省份哦。北美法国城蒙特楼是仅次于巴黎的第二法语区，而魁北克也是法语区最大的重点哦。加拿大的第二大城，欧洲人最多的地方。不同于巴黎的是，加的人嘛会晓讲英文啊哈。那多伦多，加拿大第一大城，嘛是亚洲人上多的所在。咱头前去的多伦多，即马来到的所在叫做魁北克哈。但家完全是无同款的法式文化。法式文化是啥话呢？注重生活上的休闲哦。我们举凡几个加拿大有名的地方，渥太华啦、蒙特楼啦、Vancouver 啦、温哥华，温哥华也就是Rocky Mountain 啊，很多人去的洛基山脉啊，那指的呢是在温哥华，所以其实地方很多啦哈，看你走向的区块是哪一个区块哈。加拿大其实也是一个自然景观非常棒的地方啊，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把加拿大的东西两岸全部都玩完的哈。其实加拿大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继续打给我们宅啊，跟美国一样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魁北克，加拿大华人呢称为呢东部的一个省呢，旧名称叫做固闭省Quebec， 它当地的发音啊哈。那魁北克的官方语言呢是法语，北美法语人口主要集中在魁北克市，上大魁北克市上大的城市叫做蒙特楼这个所在呢，也就是以前的历史啦以前的历史今天的魁北克才会有今天的法语区。英法两国在1763年的巴黎合约，法国将法属的加拿大割予给英国。来吃法式套餐不是在法国。你说你在加拿大错了其实它是加拿大的法语区，可以当作来法国。哇，享受一下那种感觉有没有？不错了魁北克的白山，离开魁北克，进入美国
跨过这边之后呢，我们将进入了美国的北沙啊。每一年的10月份呢，总是枫叶红，秋来临。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最佳的赏枫季节，其中又以呢新汉普夏州Hampshire 白山国家森林保育区呢内的枫叶最吸引人，也是秋天最佳的赏枫观光景点。当然啦，一路行有的所在看得到，有的所在看不到，因为气候会跟随着我们跨越的地区产生不同枫叶景貌。新汉普夏州呢，面临这个缅因州，靠的这个维蒙特州，从这一条路呢，还可以过去呢，再进到波士顿赏枫大概两三点钟左右的时间哦。咱今晚要去这个北山国家公园呢，但冬天呢，伊是滑雪的啦；但秋天呢，伊是看枫叶的啦。当然啦这个所在北邻加拿大魁北克省，当每一次暴风雪来临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美国气候比较不好的地方哦。新汉普夏州在政治上是美国总统选举最先期开票也最重要的指标地方之一哈。那对这个93号洲际公路一直行到这个新汉普夏州哈，沿路上有当下拢会使看到这个美丽的什么枫叶树哈。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好山又好水，满山满谷的枫红，唔知咱今仔看会到无吼？那会使看到会令人目不暇接包含了这个伦恩山滑雪场，一年四季呢都有不同的户外休闲活动。曾经有人告诉我，愈寒的所在风景就愈水，其实呢应该讲愈寒的所在一年四季也风景分别点就很明显可以让你看得到。如果当枫叶全开的时候，从宫中缆车山顶上，山谷红、黄、绿交错的山景呢，就是它最美的时候啦。每一年的春季，每一年的秋季，都会是旅游最大的旺季，在美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美国北山国家森林保护区，咱这抓来的是美国加拿大东部之旅，美加东，我们来到了白山。哇，有没有看到从山顶看下去 ？Yes， 这就是美丽的白山。你还有看到无？有一寡枫叶树有红的，有青的有你讲规片拢红的还不至于啦规片拢红的，还未到的时间枫叶就是这样今后差不多2、3礼拜左右的时间这内底呢上悬的山叫做华盛顿山非常适合登山健行，下过来的山这嘛真特别的所在呢，有一寡溪流峡谷，佮包括花岗岩，经过冰河溪水规年烫天呢变成真特殊的这个风景那当然啦，咱今仔来到新汉普夏州的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呢，咱主要来看的是枫叶啦对顶挂那个扫的赏枫看自然美景呢，新汉普夏州呢，佮有真侪人文景观佮有真侪适合看，但是不多啦。美加东咱有看到无咱佮把镜头诱惑进去有时候呢，现场看到的呢会更震撼一点在这里还有一个特产叫做什么枫糖浆因为这里很多的枫树都可以制造枫糖浆的枫糖树。对加拿大的人来讲呢，对加拿大跟美国这大家的人来讲呢，枫糖的认知呢，很多呢是美式煎饼配着枫糖吃其实但美国的南北战争的时期因为无法取
取得当时南北战争的时候没有办法取得美国南方的蔗糖藤所以呢，枫糖曾经一度变成北方居民糖的主要来源所以我们虽然小小的来到了这个白山国家公园很快速的坐缆车上去下来，其实呢，认真的来讲白山山脉就非常非常的庞大这个海拔1917公尺的华盛顿山呢，就是这个山脉的最高山新英格兰区是东北部的最高点。所以其实呢，别小看这个区块。这个老板的自建的3E，也是呢最大的EB 呢捐献给这个哈佛大学的资金3亿美金1630年威廉威总又带领了700位的清教徒又来到了波士顿半岛的附近整个 Charleston 那边上岸，可是呢水太肮脏，蚊子又多得到威廉 Blackstone 的援助就跟他们呢住在这个 Boston Common 那边一直住了下来。Boston 这一个城市就是从这2批的这个清教徒开始发展到现在这一个麻省那当初呢 William Blackstone 或者呢William Blackstone 跟这个John Winthrop 他们称呼Boston 这一块土地呢为三镇3座山的镇三山镇，后来就改为 Boston。为什么呢？他们这一些人都是从 London Lincolnshire 那毕业。那其中呢，最出名的对外来说最出名的就是这个哈佛大学跟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跟麻省理工学院呢，现在来说2家学院都不是在波士顿，是在剑桥区也是呢波士顿市旁边的一个社区另外一个城市。可是对外来说我们还是称它在这个波士顿不会说在这个剑桥区。那哈佛大学呢是在1636年的时候成立，当时呢只有1位教授跟9个学生。那可以说呢，运作上开始的时候呢是要来训练教会的工作人员不是呢为了这个研究的学校。那头2年呢运作上呢非常非常的辛苦就快垮掉了。很好运得到一位先生就是呢这个 John Harvard 捐了700元，命名为哈佛书院。后来呢才改为这个哈佛大学那等一下呢这一家书院呢这一家大学现在呢差不多有2.1万的学生包括了这个本科生，包括研究生有2.1万的学生，也是呢全美国最富有的一家学校。它的土地呢总共差不多5100平方亩的土地，拥有的捐献资金会呢是364亿364亿。所有的捐献资金呢这个名称呢说起来有点的陌生，怎么陌生法呢？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回事的捐献资金，为什么在美国有这个名称呢？大学毕业之后很多学生发了大财之后，他们领号呢沉没的时候死了。那哈佛大学呢募捐就是募捐要来盖图书馆的时候，这个威登堡夫人呢就提出一个条件，如果学生不学游泳的话那他就会捐款最后呢他还是捐钱来盖这一个图书馆，所以呢就用他儿子的名字来命名哈利威登堡图书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最出名哈佛大学中对游客来说就是最出名的这个3个谎言碑3个谎言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其实这一个碑呢就是一位帅哥代表了哈佛先生John Harvard先生。John Harvard先生呢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的照片呢或者画片，那他们只是在学生中找一个比较帅的，当为呢是哈佛先生。这是第一个谎言。第二个谎言呢，上面写的是1638
这一间学校成立是1636，不是1638。第二个谎言，再来呢，哈佛先生呢只是呢监管者，监管者不是创造者，这一个我们称为3个谎言碑，就是呢哈佛大学中呢最出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哈佛广场，哈佛广场呢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名词。原本呢就是在一个三角形的街口，那边呢有一间木盖的这个小屋子，这是书报摊，卖报纸、卖杂志。那在互联网还没出现之前，还在这电脑还没出现之前呢，所有的教授呢，教职员呢，晚上、早上他们都要买杂志，买这个报纸来看，看完之后呢，再回到教室呢来讲解给这个学生听。那有这一件事呢，就把这一个书报摊的所在的地方命名为这个哈佛广场，其实只是一个三角形的地方。那现在呢，这一间书报摊还是在，可是呢，这已经成为了这个 Boston 地下铁一个进出口。Boston 的地下铁比纽约市的地下铁还来得早几年，是在1897年就是开始运作的1897年开始运作。这里呢就是呢 Boston 的市中心。那左手右手边这一个呢就是体育馆，他们在这里打棒球或者其他的这个体育运动这个 TD Garden TD 是多伦多 Dominion 就是给他们收购的，或者呢他们买这一个广告权TD 代表是加拿大多伦多。波士顿，欧洲清教徒移民最早登陆美洲所建立的城市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一些清教徒，就是伊斯兰教啦，还有看到很难得在美国可以看到的圣三一教堂圣三一呢是标准东正教的这个教堂那这个城市呢？波士顿相信加在人听过东北部大西洋沿岸，这个美国上古老、最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美国其实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但是美国的东岸呢，拥有非常多古老的国家城市不是城市，都是刚开始开拓美国的时候的重要的航运港口跟制造业的中心就是波士顿。波士顿是欧洲清教徒移民最早登陆的，也是美国革命期间最多重要事件的发源地其实伊嘛是美国人均收入上高的其中一个城市它也是被列为指标性的世界上最有名的城市这个都会区城市里面呢，包括昆西、剑桥等等城市呢。很多你听起来跟英国的名字很像当然了，因为美国的祖先是来自于英国这个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了那波士顿呢，在美国拥有非常决定性的还有重要性的一些历史故事还有它的地位的存在。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来到了波士顿。这是很特别的情况在这里有看到的，刚刚有看到三一教堂在1887年完工，就变成波士顿重要的地标在旁边这一个呢，玻璃帷幕大楼呢，是贝聿铭大师的作品也就是金字塔在巴黎金字塔倒三角形的金字塔古典建筑，这里也是他的作品约翰John 汉考克约翰汉考克大楼，传统跟新颖之间掺杂在一起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特别在哪我要跟您讲
其实呢，美国的历史呢，大概拢知影真短哈，所以呢，咱哈到看到的三一教堂呢，被美国评鉴为全美最好的10大教堂哦。但是其实你只要到欧洲去，你会发现说什么？哇，欧洲的教堂呢，跟这边比呢，那天壤之别啦。当然啦，欧洲的历史跟美国的历史呢，是很难比拟上去的。了解不？很难比拟的。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约翰汉考克大楼跟波士顿最高的大楼呢，在1970年所建造的共60层楼还有包含了这整个区块呢，玻璃长方形玻璃盒子这样子哇，这个在1976年就建造了，这个还真不简单呢。对外来说呢，还是称呼为波士顿其实是2个行政区过了查尔斯河查尔斯河过了桥过了桥就是麻省理工学院过了桥就是麻省学院。看到那个圆点的建筑就是它的代表性建筑你就会看到了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沿着这个河边有1里长都是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范围1里长。是这样子的美国虽然历史不是很深也不是很久远了，但是呢，美国有非常多的景点呢，是我们从小到大对以前做囡仔时代还是少年家的时代都拢听过这所有的物件呢，全部拢是呢变成了咱今仔来美国一定要朝圣的一个所在包括咱讲的麻省理工学院啦、哈佛大学啦、纽约时代广场啦、自由女神啦，等等包括300周年纪念石碑这个石碑呢，就是一般中国传统的上过来中国上过来造成这个石碑也代表了美国族群的融合所以我们虽然常说美国没有历史很多欧洲人甚至说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但是呢，美国列为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它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景点，一定要来朝圣的。学中的最大的图书馆，那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个 Harry Whitner 呢？他就是在提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给淹死，也是哈佛大学的学生。那哈佛大学呢，要求老百姓来捐款的时候，他妈妈就提出一个条件：如果学生学游泳的话，他就会捐款。答应他的条件呢，所以学生都会学游泳，他就捐钱来盖这一个图书馆每一个进打我的学生都要学游泳。学游泳还是会下。哈佛大学，总是再怎么样，这个地方总是爱来哈佛大学甚至来这边一件 T 恤等去你都会做欢喜的。这个所在就位于美国东岸的波士顿，我们也就把它安排在我们重要的景点之一也许进来这个学区里面，你会觉得哇，这个学区就是一般的大学城当然呢，它呢是世界首屈一指全世界几乎呢，如果推崇第1名的大学呢，绝对会说到
美国的哈佛大学啊。基本上呢，不管有没有读诗有没有读书都没有关系。我们呢今天就来读书一下。那现在看看这个创办人他的左脚被摸得发亮摸他的脚你也知道啦求知识啦等等都有啦所以呢给看蒙加金细细不免俗的，我们大家也来摸摸脚吧。哈佛先生寄出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的照片跟或者画片，他们是在学生中找一个比较帅的，代表了哈佛先生。传说当中摸这个哈佛大学创办人 John Harvard 的铜像左脚呢，可以带来好运1607年到1638年铜像的左脚考进哈佛的几率呢也会跟着提高人可以做到最后呢走了之后呢，还可以立铜像，还让人家摸你的脚哇，看这个人呢，你看有多么的伟大所以呢。当然，哈佛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了包括它还有里面的传统学长学弟制等等John Harvard 贵为大学的创办人呢，哇，这个讲都讲不完讲都讲不完他有太多的这种历史故事呢，在哈佛大学里面。